常言道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现如今，邪教拉人入教的伎俩多了，什么骗术都有。就以全能神为例，其骗术可称得上是奇葩中的奇葩，令常人匪夷所思。可将其归结为三陪，即陪哭、陪睡、陪干活。如有不解，且听小编慢慢道来。首先是陪干活。朱子家训有言：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，多有知恩图报的善良愿望和孔子所言的乡愿情节。邪教组织正是摸准了老百姓们的这点内心，他们往往会在你生活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装出帮你度过难关的样子，表现得非常热情，还很卖力地陪干活，给老人小孩买礼物，甚至会以金钱、手机、摩托车、汽车等厚礼相赠等等。不过这些都是要加倍返还的。全能神通过小恩小惠，首先让被骗的人得到一些实惠，在心里感恩邪教组织，再宣扬歪理邪说，引诱他人加入。受害者马东华在亲历全能神内幕中曾讲述，1988年前后，全能神信徒多次到他家帮助带孩子、做家务、干农活，并且分文不取。更让他意外的是，在孩子得肺炎住院时，又慷慨拿出2000元解急。他碍于情面，被一步步拉下了水。加入全能神后，拼命传播全能神，先后被全能神骗去不少钱财，还背上了6000元债务，使本来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。连云港市的原全能神信徒刘敏也回忆说，2009年我女儿考上了高中，由于我身体不好，家庭一直不富裕，供女儿上学都有些吃力。就在我和丈夫为女儿的高中费用发愁时，邻居孙志鹏来到我们家，硬塞给我们2000元，说是让我好好供孩子上学。正当我和丈夫还沉浸在对邻居的感激，而又不知如何答谢邻居的时候，他又来到我们家。他告诉我们2口，他之所以帮助我们，是因为受全能神的指示，只要我们都加入全能神，以后我们遇到困难，神还会帮我们。由于不了解全能神是邪教组织，而又处于对邻居的感激，2口子没有犹豫就加入了全能神。可见别有用心的陪干活，乃是全能神为那些寻求帮助的人抛出的独有饵罢了。接着是陪哭。列夫·托尔斯泰曾说过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碰到各种各样不顺心的事情，疾病的折磨、待遇的不公，以及失去亲人之痛等。此时渴望有人能理解自己，期望有人能懂自己，这种心理需求其实都是人之常情。可在邪教看来，此时就是他们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。于是邪教就以种种关心、爱戴为幌子，善打亲情牌，装出一副我懂你的样子，不遗余力地跟着你陪哭，这样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，已然貌似成为你的知音了。接下来就开始向你兜售歪理邪说，进而加以诱骗入伙。诸如全能神就曾明确要求他的组织人员在拉人入教时，有人哭的时候，咱们就得哭得比他们更伤心、更痛苦，能打动他们的心。这时的哭是为得到他们的信任，哭得让人感觉是出自内心的，不是装出来的。全能神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心思的陪哭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与人的相通点，以感同身受的同情姿态出现，伪装成知心姐姐来靠近对方，解除对方的戒备心理，并适时择机可以根据对方心理状态，利用他们的弱点对症下药，来维持与他们的关系，以此来形成志同道合的假象，从而使受害者深陷其中。据查，全能神信徒为了拉拢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离校，在其爱人因车祸去世，悲痛欲绝不能自拔时，经常劝他说，你孤单单一个人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会把身体弄垮的，不如和我到教会去，在那里你会得到神的护佑，姐妹们还会相互有个照应。听到此话，李晓心中充满感激，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最终付出了被掏空全部积蓄的代价。可见煞费苦心的陪哭，乃是全能神为那些寻求认同的人而设下的一个知心圈套而已。最后是陪睡。孔子有云，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
情欲作为人的本能需求之一，人人都渴望拥有美好的爱情和拥抱鱼水之欢的情爱。情欲对人具有很强的诱惑性，稍有不慎就会深陷其中，不能自拔。而邪教常常以满足人们的情欲和爱情来诱骗人们，行骗对象一般为那些意志不坚定，特别是单身丧偶男性。全能神以此拉拢了不少意志薄弱的信徒。邪教组织经常会针对部分自我管理能力差的人，精心设计美人计，不惜以陪睡来营造我爱你的假象，引诱他人入教。全能神就曾因人而异地使用过临床教唆信徒，施展色情术拉人入教，致使大量群众上当受骗。据福建晋江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口述，晋江黄某某、李某某夫妇为了能早日得道成佛，他不惜让18岁的女儿弃学从教，并将肉体无私奉献给神。女儿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拉男性入教，为神的事业服务。18岁花一样的少女身姿，入会半年，体态严重变形，成了一个十足的少妇型熟女。还有知情人反映，在河南豫东某地有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，家中父子2人，父亲在教会中德高望重，儿子30多岁了没有结婚。为了争取老人，全能神派出各路人马交通，但都通通无效。随后家中又突然来了一个美貌女子，自称慕名而来，直到2人信仰坚定，想来当使女。使女最终把儿子拉到了床上，还想把老人也拉到床上，结果却被老人严词拒绝。后老人和教友劝回了迷途知返的儿子，女子则纠集同伙烧了这家人的房子。原来此女正是全能神派出的诱饵。这可能是全能神邪教组织的专利，使用一种称为性交通的手段，要求女信徒利用色相引诱一些单身或丧偶男成员。全能神正是通过这样的三陪，拉近了和受害者的关系，进而诱人入教。其手法表面看似温情脉脉，实则阴险奸诈，具有很强的迷惑性，值得世人警惕。看到这儿，有人可能会说，邪教骗人伎俩五花八门，即使再有心防范，也难免中招。那么如何避免误入邪途呢？福建霞浦地藏寺方丈满身法师曾给大家分享了10个识别邪教的锦囊，小编觉得有必要一起学习一下。第一，很多邪教疯狂鼓吹使用它的功或法门，生病不用治就能好，这一看就知道是邪教了。第二，看教主是否活着，很多人吹捧自己是某某再来、某某化身，其实都是在骗人。即便佛菩萨在末世来到这个世间，也不会倾泻密因暴露自己身份，一旦暴露了身份，他就得离开。楞严经中曾这么说道，我灭度后，是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，做种种行度诸轮转，或作沙门、白衣居士、人王、宰官、童男童女，如是乃至淫女、寡妇、奸偷、屠犯，与其同事称叹佛称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，谢佛密因，轻言未学，唯除命中因有一副。所以那些自称是佛菩萨再来的人，骗子无疑。第三，看末日是否到来。很多邪教都在鼓吹世界末日论，其实世界是周而复始的在不断运转，末日是不可能到来的，所以任何宗教去鼓吹这个末日到来，这就是邪教。第四，看工作是否继续。有很多人信了邪教以后也不工作了，因为想着他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一心只求通过神奇的功力就可以不劳而获，所以无心工作，连自己生存所需的工作也丢了。第五，看名誉是否是美誉。有很多邪教是假借宗教的外衣，宣扬自己的功德，美化自己的名声，形成个人崇拜，而教主却利用信众对自己的仰慕，行非法苟且之事。第六，看入教是否可退。有很多邪教入教是不能退的，如果退教的话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？其实正常的宗教是尊重人的选择和发展的，你可以进来也可以出去，所以如果不能退的，一定是邪教。第七，看活动是否公开。有很多邪教组织都是地下非法活动，不敢面对公众公开。第八，看内容是否违背道德。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，
一个团体所做的事情不逾越最基本的道德，这是底线。如果这个团体里的每个人做的都是不好的事情，你信仰什么教都没有用。所以道德是我们的底线。第9，看生命是否拒绝。工作也不要了，命也不要了，这就是邪教。当你听到这个世界太脏，要你舍弃生命，离开这个世界，到另外一个极乐世界，别怀疑，没错，这就是邪教。佛教认为，从感果规律上说，自杀乃是极致恶业，性最惨烈，难求出期。因此，佛陀教导我们珍惜难得的人身，好好修行。第10，看教主是否敛财。任何宗教如果是以敛财为目的，就是邪教。现在假僧假道非常多，街上处处都有，拿着一个招牌去骗人，你要花多少钱得到什么保护，都是假的。在此友情提示，真正的出家人是不可能到外面去化缘的。你们有什么需要的，可以到寺庙课堂里面找法师，他们可以给你解答。不要在街上相信这些非法的假僧尼。最后，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看邪教这些人的力量，误入歧途的人都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受害的。没有人会在明知道这是可怕的深渊还往里走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我们需要正视那些邪教组织者可怕的力量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